人民币对新币跌到 5.45， 马币更是处于3年来的最低点 3.17。半年之前，人民币还稳在 5.63， 马币则在 3.37。换算下来，这样的变化就是每1000新币兑换人民币少收了200左右。这对需要跨境汇款的人来说，影响可是非常切身的。很多人忽略了这个数据，但亲自操作换汇就会发现，损失积少成多，尤其进行长期支付的时候，变化带来的压力更大。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新加坡的货币作为区域内公认的强势货币，为什么会呈现出对人民币和马币的相对弱势？要想抓住背后的逻辑，就不能只盯着汇率本身。实际上，新元并不是绝对变弱，而是亚洲整体货币走弱，叠加美元持续走强。新元甚至可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中依然很硬。第一章新元相对下跌真相，环境背后的金融逻辑。新元今年以来的表现实质并没有出现显著低势，它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元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固的区间 0.73 到 0.75， 相比人民币和马币的弱势形态，稳定性明显突出。人民币对美元的疲软主要受到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收紧以及资本流出的影响，而马币则长期处于东盟货币中较弱的地位，面临资本流动减弱的夹击，全球资本普遍回流美国，搭配高利率进一步推动美元走强，对亚洲货币形成压制。但新元因稳定的表现成为区域内的避险货币，与亚洲货币普跌现象叠加，形成新元对亚洲货币的相对弱势。此外，新加坡金管局 MAS 的策略依赖汇率而非利率来对冲进口通胀，进一步稳定新元。这一点可以从2024年保持高位的名义、有效汇率 NER 中得到验证。新元长期强势加上区域货币疲软，是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第二章汇率波动对生活的深度影响，不同阶层的输赢分化。汇率的变化对新加坡人的影响因需求场景而异，跨境汇款的人群压力较大，例如每月寄1000新币回国，半年多前可换5637人民币，如今只能拿到5452，一年下来损失可能达到200至300新币。对低薪阶层来说，这是一项负担，跨国家庭或境外资产负担者也感受到压力，比如一些 PR 或双城家庭需要支付国内房贷或子女教育费用，随着汇率下降，这些支出显著增加。但汇率波动对本地家庭或学生带来一些好处，人民币和马币走弱使留学和海外消费成本明显下降，比如去中国或马来西亚。本地企业采购区域原材料也减低了成本，提高利润率部分冲淡了汇率不利影响。新加坡旅游业则展现出了稳定性，虽然新元强势增加了外来游客的成本，但包括马来西亚和印尼游客在内的人数仍接近1300万的历史高位，区域吸引力并未减少。第三章新元的长期强势底牌，经济韧性和国家自信。新元的真正强势不在短期，而在长期积累上的系统性优势。例如从 GDP 数据来看，新加坡2024年经济总量预计达到5470亿新币，而到了2040年，这一数字有望翻一倍至 1.214万亿新币。这种稳健的经济增长基础对货币来说就是坚如磐石的支撑。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外汇储备更是令人放心，目前超过4600亿新币，全球排名长期处于前列。这种储备规模赋予新元安全资产货币的地位，无论是跨国企业还是区域银行，都越来越喜欢以新元计价来进行贸易和资产管理。再加上新加坡是全球少数长期保持 AAA 信用评级的小型经济体，作为一个小国，能够跻身全球最安全货币之列，这种荣誉不仅塑造了国民经济韧性，更支撑了长期的新元升值预期。可以说，新元的地位俨然成为东南亚小型版的区域美元。虽然短期波动不可避免，但长期强势的趋势无可否认。第四章 DBS 的2040新元对美元1:1预测，合理还是过于乐观？星展银行近期对新元的大胆预测指出，到2040年，新元有可能达到1亿美元的水平。这一结论虽然引人关注，但仍需谨慎分析背后的逻辑以及现实可行性。从前瞻因素来看，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的转型确实为新元带来持续升值的潜力。新加坡 GDP 到2040年翻倍是其强势的潜台词，而金融科技、绿色能源的全面扩张也增强了长期吸引资本的能力。同时，区域贸易的加速流通，新元作为东盟计价货币的需求增加，也提供了更坚实的底层支持。但现实挑战也不容忽视，
目前新元对美元的汇率约 0.75， 历史高位不过 0.7868， 想要从这个基础上升至1:1，至少还需要 30% 的涨幅。考虑到全球经济周期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元的长期强势地位，短期内难以触及这个目标。可以说，这是一种趋势预测，但绝不是简单的直接跃升逻辑。第5章实操建议：新加坡人如何用汇率波动避坑与获利。面对汇率波动，普通人并非只能被动承担损失，而是可以通过一些实际操作减轻影响。比如在换汇时，尤其是人民币汇率低点时，在日波动范围内，如 5.45 到 5.50， 挑选近期低位进行操作。如果金额较大，建议分批换汇，锁定成本。同时，根据使用的汇款平台比较差价，各平台之间的费用差异也值得注意。比如传统银行如 DBS、UOB 给出的汇率在近期可能维持在 5.48、5.50， 而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可能偏低在 5.47。Wise 等外汇转账平台可能提供略低至 5.46 的换汇选择，小型换汇型效率最低，甚至可能到 5.41 到 5.43， 因此尽量避免。对于年汇款超过1万新币的人群，选择锁汇或者限价策略也是安全操作之一，不仅节省成本，还能减少价格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新元的汇率问题不仅是一场变动，更是一场个人财务规划的考验。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新元的长短期走势？你认为新元会继续下跌，还是强势反弹？每月的跨境汇款对你的家庭支出造成了压力吗？你希望未来看到哪些汇率避坑技巧分享？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